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频道，我是 Horace。今天要跟大家聊聊3万块的主机的电脑配单。那虽然说现在的显卡很贵，而且英特尔的12代也快要出来了，不过我觉得在这个3万块的区间里头，中阶平台你有需求的话，那就赶快组吧。那等继续等下去，大哥你把钱留着，留着就永远不会输了。那5万块的配单，我可能会等到12代发表的时候再给大家。那我们就继续开始吧。这一支影片我会出2张单，那一个是比较偏游戏取向的比较极端的配置，那另外一个是均衡取向，以转档、渲染啊、剪接影片啊、照片为主。那前者我会在显卡花比较多的预算，那主机板跟散热就能便宜就便宜。那后者就会是相反，我会预设你常常把 CPU 给跑满100%。那我们先从游戏的取向开始。那厂牌其实换别家也可以，反正价格规格差不多就好。ITS、ATS 就看你自己个人的需求。那首先是 CPU 的部分，那现在5000块的选择其实就1400，那5600现在的价格还是对3万块来说太高了，除非之后12代上市它跌到6000块以内，那不然我觉得还是1400比较好。那主机板就是 H510，便宜就好。虽然说这一张记忆体不能抄，不过我觉得把钱留给显示卡还是比较重要的。维新这张 H510的散热片颇大，那我觉得它应该是 H510里头 ITS 的首选。那记忆体虽然 H510没办法用到 DDR3200但是没关系，反正 DDR5出来以前，它的价格已经开始在降了，便宜就买吧。那 SSD 因为预算我只用了512G，那如果嫌不够的话，二手加装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。那显示卡已经占了一半的预算了，现在15000还是有办法在组装整台电脑下买到3060的。那在这个挖矿的年代，已经算是很幸福的事情的。那至少你组装有办法买得到，那很多游戏也都可以玩，那算是中阶电脑的首选。那如果预算高一点到38000快4万的话，那3060Ti 或者是 AMD 的6700XT 都是可以考虑的。那机壳就是之前介绍那个超大 ITS P200A 这个机壳，那这个机壳其实它无玻璃版本是很便宜的，才1500块而已。那搭上现在大哥便宜的不得了的电源供应器，那我相当推荐这个组合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预算配置的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 CPU 加上记忆体，这个会影响到你执行大部分程式的速度。那第二部分是 GPU 显示卡，比较影响的是游戏或者是 GPU 渲染。那第三部分是硬碟、主机板、电源与散热，这可能不会跟性能有直接的关系，不过会大幅影响到未来电脑扩充能力与长时间负载的性能。因为游戏中的 CPU 不会像 GPU 一样一直在100%上下震荡，所以我这个方面会省一点，所以就用原厂散热器了。不过我还是要说，1400用原厂散热器是绝对不可能会安静的。你可以看到这3个部分大概是1:2:1的配置。那如果今天是游戏到5万块的单，其实也可以考虑到这比例，然后记得记忆体要32G 就是了。第二个部分是均衡取向的转档配置。那如同之前所说，我会预设你的 CPU 常常跑到100%。那差别就是因为程式比较多，我记忆体是用到32G，那硬碟提升到1TB。毕竟2021年都快过了，16G 的记忆体我觉得是真的不够的。那11400的耗电量其实它也不少，所以我就换成了有12项供电的 V1560的平台。那塔散的话，1000元等级即可，品牌就看个人喜好，4到6管就好。6核心还不用水冷。那机壳可以拉到2000块左右，那 A 电工还是很便宜，所以就还是推荐继续使用。那显示卡，我觉得1660其实对于剪辑软体啊、渲染啊，它的资源其实都很好，只是在这个年代9000块用1660实在是有点无奈啊，那我觉得还是太贵了。那以上就是这2张对于3万块电脑的配单。那如果有什么，还请欢迎留言多多指教。希望下一次配5万块的单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更加便宜的显示卡了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